上回书说到，萎靡不振的樱木受晴子和流川枫的鼓舞，终于重振旗鼓，强势归来。我秃了，但我要变强。安西教练组织1年级和高年级进行练习赛。经过前几场高段位比赛的洗礼，樱木的进步速度飞快，让赤木等人惊讶不已。但他的缺陷太明显，在三井有意的引导下，樱木的弱点全部暴露出来。破釜沉舟的湘北与武理高中的比赛只剩下3天，赤木决定对樱木展开为期3天的新的专属特训。赤木开始教授樱木篮下投篮的技巧，樱木很努力的去练习，但总是摸索不到其中的要领。赤木反复强调投篮的方法，首先是手势，右手掌张开，左手掌辅助，接球的时候也必须要用到这种手势，循序渐进。其次是身形，身体不能够倾斜，要往上跳，错误的姿势是没有办法把球打好的。基础最重要，总之就是反复练习，不厌其烦的练习，直到身体熟悉为止。这一天，樱木足足做了300个投篮练习，第二天继续，早上200个，午休100个，晚上训练后再来300个。第3天重复这个数量，果然如赤木所说，樱木连睡觉时间也没有。好在他上课不听，所以不用慌，上课用来补觉就可以了。晴子中途来探班，看到樱木越来越厉害，完全超过了自己想象的程度。果然，认真的男人最美丽，天才都是努力出来的。努力呀，樱木！与武理大战前一夜，最后300个集训投篮，樱木到底不是机器人，如此高强度集训还是有些吃不消。不过这3天来的集训让赤木颇为惊艳。虽然樱木的成果并没有达到自己要求的程度，不过难得这小子一点怨言也没有，已经累得气喘吁吁，还是要坚持做完投篮练习。我是集坚强和不屈的精神于一体的天才樱木。最后一天晚上的投篮接近尾声，门外传来木学长的掌声。本来木学长已走到车站准备回家了，不知为何又折返回来，并主动提出来帮助樱木做练习。赤木点点头，樱木难度增加了，木木负责传球，我来阻挡。赤木站在原地不动，只伸手来阻挡。即便这样，也给樱木造成了不小困惑。不过樱木很快就熟悉了在被人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投篮，投篮的准确率也提高了很多。木木赞叹道：“樱木刚刚的动作非常漂亮。”樱木感激地说道：“思彦哥，你真够意思，为了我不喜爱家人骂。”木木说道：“这跟家人没有关系，我都已经3年级了，这是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没有打进全国大赛的话，后天对陵南的比赛将是我最后一场比赛，还有3天我就要隐退了，我不希望留下任何遗憾。”樱木听完沉默不语，赤木突然开口，一句话燃起了两人的斗志。很快3天的集训结束了，武理之战即将开始。在与武理比赛的当天早上，樱木自己又做了200个投篮练习，结果因为过于劳累，本想在比赛开始前小睡一些，这一睡就睡过了头。比赛就快开始了，也不见樱木到场。湘北与海南一战让樱木名声大噪，很多人都是冲着樱木才来观看比赛的。大家往看台上一坐，一眼扫过去都不见那个活宝10号，观众们很是失望，纷纷埋怨要退票。木木急了，让人去打电话催一催樱木。他们能等的，可是时间等不了。裁判哨声响起，比赛开始。武理本来雄心壮志，教练在赛前给武理球员一顿洗脑，让大家做足准备，一定要全力战胜湘北。不过看一看武理这一队的路人脸和对战陵南的时候的表现，大概就能猜到结局了。这又是个路人甲队伍。樱木在球场上一觉醒来，瞥了一眼时钟，我靠，再睡一会儿比赛就要结束了。樱木把脚踏车骑得直冒火星子，一路火花带闪电向比赛现场赶去，希望能赶上下半场。当樱木紧赶慢赶终于来到现场时，全场为他那一头红色秀发而沸腾。此时距离比赛结束只剩下5分钟，武理被湘北摁在地上摩擦，赤木上来就一个大逼兜。樱木连忙解释自己早上的时候也在训练。听闻此话，赤木和木木都愣住了，这小子也太拼了。不过赤木本来也没想让樱木上场，湘北必然完爆武理。樱木这个秘密武器已经打磨完成，必须暂时藏起锋芒，不让外界知晓樱木的特训成果。打陵南的时候要来个一鸣惊人。樱木一愣，扫了一眼陵南的观众队伍，其中一个人引起了樱木的关注，他就是之前樱木在室外球场遇到的那个香肠嘴福田吉兆。比赛结束，湘北以120比81的分数吊打武理，目前战绩1胜1负，只要打赢了陵南，就可以拿到全国大赛的参赛权了。下一场比赛或许就是实质上的冠军争夺战。接下来就是顶上战争，海南 vs 陵南。湘北这一次终于坐上了观众席，樱木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留着陈奕迅发型的家伙福田。这个在野球场上屌的一批的小子，居然是陵南的选手福田吉兆，陵南2年级的学生，188公分高，80公斤重，主打大前锋。樱木万万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人当成目标。海南与陵南各自热身练习结束，比赛马上就要开始。海南的阿神和陵南的福田两人对上了眼儿，彼此愣了几秒钟，看来这两人之间或许有些故事。然而有故事的不止他们俩，海南教练高头和陵南教练田岗也有着一段不可描述的孽缘。
田岗和高头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，在田岗读高二的时候，高头是高一新生，大家都管那个时候的高头叫恐怖新生。高中年级的时候，高头天赋就展露出来，很明显，今后一定是个明星球员。不过那时候的田岗也不是泛泛之辈，江湖人称神奈川的田岗阿里，两人就此成为劲敌。以当下球员来比喻的话，田岗就像是仙道，高头就是流川枫。林南球员们愣了一下，你挑了两个最帅的球员做比喻，我们怀疑你是故意的，真的给自己贴金啊！田岗慌了，连忙解释此事绝对真实，否则我田岗的田字倒过来写。比赛开始前，田岗教练没有布置什么特别的战术，只是让大家坐下来，好好的去回想以前练习时候的情景。众人表情扭曲，宛如便秘。冥想结束后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脸上写着恐惧。田岗说：“论练习的分量，我们是最多的，我们比海南和湘北练习的要勤。我不管高头带人有多严格，我要比他更严格。在我担任教练这些年来，今年的队伍练的是最勤快，当然也最难受。你们都很努力，今年该是成为冠军的时候了。”海南这边，阿成向大家叙述了自己和福田吉兆的青春往事。二人是初中同学，福田是初二快结束的时候加入篮球队的。阿成和福田在一起练习的时间也只有几个月而已。那时候福田是个初学者，实力并不怎么样，但是他进步的速度非常惊人。进入高中后，阿成和福田不再联系，互相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。双方球员换好队服入场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赤木特别嘱咐樱木盯好自己负责防守的陵南选手，顺便看看海南是如何防守的。双方首发阵容有陵南这边鱼柱、越野、仙道、植草、福田；海南这边木神一、高沙、神宗一郎、武藤正、青田。樱木摸了摸下巴，若有所思。这是一场令人注目的对决呀！猴老大对野猴子，比动物园门票都值。流川枫默默地说：“你不也是同类？”双方准备跳球，鱼柱走过青田面前时，青田不自觉咽了一口唾沫。这身高不是盖的，好强的气场！鱼柱叫住木神一，低声说道：“木神一，你神奈 No.1 的头衔今天就要拱手让人了。”此言一出，周围人都懵了。鱼柱是厉害，但是应该还没到撼动木神一地位的水平吧？这口气也太大了。木神一直接回怼：“凭你是不可能的，鱼柱。”鱼柱俯视着木神一回答：“不是我，是我们的仙道。”木神一微微一笑，瞪着仙道。仙道一脸懵逼：“啥？我咋的了？”比赛开始，陵南仙道拿球，仙道一脸轻松：“我们就先进一个吧。”这时候大家才发现，仙道目前打了控球后卫的位置，因为陵南的中锋是看不住木神一的。高头教练心里暗爽，那就是你的战术吗？田岗前辈，看来你输定了。你以为的妙计，有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。190公分的仙道去做他不熟悉的控球后卫，只会让他更在乎阿木的存在，从而失去本身的力量。作为后卫，仙道重心太高，一不小心就会丢球的。而阿木，他可是个攻守兼备的选手，等发现不对的时候，还能可能已经采取快攻了。大家分析的没错，不过有一个神秘选手在高头教练的算计之外，那就是福田。仙道一个高抛传球，所有人都以为这球失手了，鱼柱都没办法拿到。结果篮下的福田突然跃起，一个空中接力扣篮得分。赤木提醒樱木盯紧13号福田，也许这家伙就是你未来的对手。海南阿木控球，陵南立即采取区域联防来封锁篮下，仙道则1对1防守阿木，干扰他的进攻。很明显，陵南的战术就是把阿木交给仙道一人了。换句话说，如果田岗教练不相信仙道的力量，是不会这样做的。仙道的实力深不可测，甚至有可能已经超越了木神一，这一点田岗教练深信不疑。阿木也有点懵了，仙道的防守太紧了。阿木深知仙道完全有实力超过自己。陵南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偷偷拿球，福田的速度太快了，仙道看准机会将球丢下篮下，福田迅速转身拿球就投，陵南再得分。之后陵南就像吃了炫迈一样，根本停不下来。除了仙道，另外4个人打的也十分轻松。陵南很快将比分拉开，比赛还剩下8分多钟的时候，高头教练叫了暂停。如此看来，190公分的仙道打控球后卫也并非没有优势，个子高，视野广，有制造攻势的才能，还有传球的直觉，不管是任何一项都符合当控球后卫的水准。或许最适合仙道的位置就是控球后卫了。不过赤木推测海南不可能一直这样站到最后，木神一应该不会这样一直沉默下去。到目前为止，海南还没有摆出攻击阵型，陵南现在已经占据上风了，差不多海南也该进攻了。果然，比赛一开始，阿木就带球穿过了仙道的防守，篮下鱼柱试图阻挡，阿木将球传给了青田，仙道赶来给了青田一个封盖。青田太惨了，他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，应该就是被人盖火锅的路。上半场进行到9分10秒，陵南以25比14领先海南11分，直到上半场结束，海南也只追回了1分而已。很快进入下半场，但情况并没有太多改变。这个福田多少有些强势了，打到目前拿了20分，得分全场最高。福田和仙道不同，入学的时候是资历最差的，仙道让鱼柱尝到了压力，福田却被鱼柱吊打。
但福田这个家伙就是不服输，不止挑战鱼柱，还挑战仙道。然而一看这个家伙有些不知天高地厚，但当时天港教练给福田的评价是有大将的气魄，仙道和福田将来一定是陵南的核心人物。福田真正发挥时就是陵南征服神奈川之时。下半场进行一半了，陵南拉了海南15分，高头教练气到暴走，那个13号究竟什么来头？福田的表现让樱木按耐不住，有这么强对手在，他无法安心观看比赛，起身离开回去练球了。接着流川枫也坐不住了，溜了，回去多投几个3分。三井工程陆续离场，明天就是湘北对战陵南，看来是全员都受刺激了。陵南的强势让海南有了很大压力，海南开始逆流而上，奋起追击，青田顶着鱼柱扣篮，让海南有了翻盘机会。接着阿木抢断了仙道一球，海南发起快攻，陵南越野起身阻拦，阿木将他撞倒后上篮进球，裁判吹了越野阻挡犯规，阿木进球有效。虽然这一球越野是有意犯规的，不过这招看来对阿木没用，阿木像个大卡车一样野蛮，根本挡不住。很快海南在阿木的带领下将比分追到了4分的差距，海南气势如虹，王者海南终于开始发挥真正的实力了。先到让大家冷静，海南8成的球都是阿木的掌控，封住他就没有问题。可是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鱼柱连犯3次规，让陵南非常难受。这一下，鱼柱就不敢肆无忌惮的进攻了。海南连发球带3分，将比分追到1分之差。陵南费力建立的优势，顷刻间无影无踪。海南不愧是王者，果然不是这么容易战胜的。天港教练为了巩固防守，暂时将福田换下，派上了以防守著称的池上上场，专盯阿神。阿木心里有了计策，派高沙去搞鱼柱，务必让他退场。篮下抗争时，高沙故意骗鱼柱犯规，这已经是第4次犯规了。鱼柱火了，和裁判理论，结果被吹了一次技术犯规，直接罚下。这一下对陵南打击可就大了，没了鱼柱，陵南很难与海南抗争。阿木看向仙道，仙道抹了一把汗，通往全国大赛的路还真是不好走啊。